无数次想过，如果我们没有相遇，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黄总这次能来州城，真是给我们天大的面子。以后宁城那边还得多仰仗您。价值到了，酒自然有人替你喝。是，黄总说的对。小木，别光吃，注意点场合。林姐，这个桂花糯米藕真的好糯，你不尝一口吗？怎么做事的？这种地方也能出错？对不起，先生，我马上帮您处理。叫你们经理来。这件衣服的干洗费都够你半个月工资了。你们会所就是这么培训人的？赵总，我刚才看到是您手肘碰倒了，他才没端稳。小木，他已经端得很稳了，而且他第一时间道歉了。要不您先用湿巾擦一下吧，干了就更不好处理了。小姑娘，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局吗？轮得到你说话？赵总，一个连事发经过都不敢听权的东道主，我很难相信处理更大的变量。赵总，如果一个项目连责任都分不清，合作风险会很高。误会，我刚才也是一时着急。没事，你别怕。谢谢。你刚才吓死我了，知道吗？我腿现在还在抖呢，但那个姐姐眼眶都红了，要是没人说话，她今晚肯定睡不着觉的。黄总，最近新能源板块变动不小，您怎么看后续产业基金布局？每个字都认识，连起来怎么这么吓人？黄总，小木刚入职不久，不太懂规矩，刚才如有冒犯，您别介意。林姐，我不是故意冒犯的，就是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不算冒犯。小木，还不快敬黄总一杯？小姑娘，这种场合喝橙汁敬黄总不太合适吧？小木，要不稍微喝一点？我酒量很差，喝了可能会说更多奇怪的话。喝橙汁就行，无妨。对，橙汁好，健康。黄总，那我敬您一杯，祝您……黄总，那我就祝您以后吃的每一顿饭都不会凉。借你吉言。今晚这顿饭确实吃好了。没事了，林姐，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又不太伤我？你以后少自由发挥。可是黄总好像没有生气。黄总，那项目细节我们改天再详谈。可以。黄总，今晚招待不周，您多包涵。赵总客气。成年人吃饭也太累了，比加班还累。吃菜要看脸色，喝果汁也要看脸色。小祖宗，你少说两句。希望他别被扣工资。木子晚，黄总，您叫我。加个微信吧。哦，好的。黄总，那您早点休息。你也是。好的，谢谢黄总。
黄总，该去机场了。黄总您好，我到车上了。今天谢谢你帮我解围。不是帮你，你本来就没错。跟了黄总多年，第一次见他因为一个微信头像停留这么久。黄总，要现在去机场吗？去机场。是。黄总人还挺讲道理的嘛。你笑什么？没什么，客户表扬我有正义感，人家那是客气，你别当真。黄总，您要的周成那家品牌策划公司料查到了。这家公司规模中等，资质合格，但不是最优选择。方案能力呢？年轻化内容不错，尤其是女性消费板块有潜力，但团队经验不足，至少有3家的资历比起他们都更突出。这个情绪价值型消费的切入点，谁提的？是木子婉。虽然职位低，但创业方向有他的贡献。他提出的情绪价值型消费概念，客户反馈不错。这几处批注，应该就是他写的。想法不错。给他们发项目邀约。黄总，是正常商务邀约还是流程照走？明白。项目组名单里加上木子婉，他参与的部分业绩算他名下，不要让他知道，也不要让他为难。黄总，这个项目利润率并不高。我知道，一个能为端汤的服务员出头的人，会对用户情绪有天然的密实度，这种人比数据模型值钱。明白。战略级项目。黄总上一次点赞朋友圈，还是皇室上市公告呢。还有问题吗？黄总，明早9点董事会，10点半园区项目初审，下午2点还有并购会议。邀约9点前发。是。另外，周成团队到宁盛之后，接待标准按 A 级。A 级，以他们公司的体量，我明白，按 A 级安排。别让他察觉。是。不能吧？黄总喜欢这种的，这个完全看不出来啊。小莫，小心！没事没事，我稳得很。好吧，也没有特别稳。皇室资本宁城生活方式园区全案策划邀约，我们公司被选上了。皇室资本就是那个宁城皇室啊，拿下年底奖金不得翻倍？我们公司居然进皇室备选了，这么厉害啊！小木，皇室那边特别点名，要求在项目组里加入有真实年轻女性视角的成员，你被推荐了。我才入职3个月，小木，机会来了就抓住，别怕，明天跟我去宁城。明天就去。对，明天出发。皇室见木子婉。黄总，周成这家合作体量偏小，履约能力需要进一步验证。如果从稳妥角度考虑，我们建议替换为 A 组合作方。黄总人还挺好的嘛。谁挺好？客户，我是说客户服务意识挺好，是这样吗？会已经开完了，赶紧回去工作吧。黄总，是否需要重新评估合作方？不用，我要的
就是他们。真正被黄世俊选中的，可不只是那家公司。黄总，宁城现在什么温度啊？我查了天气预报，但感觉不太准。带厚外套。多厚？你那件米白色的就行。黄总的记性也太好了吧！小莫，明天早上9点高铁，别迟到。还有，到了宁城少说话，多看多学。放心吧，林姐，我这次一定成熟稳重。你确定？尽量成熟稳重。黄总，接车安排好了，司务会在出站口等周成团队。车里备点饮品，咖啡、奶茶，热的。明白。明天上午的会议往后挪半小时。我只是顺路。黄总，总部到高铁站车程有45分钟，您这趟是起点和终点在一条直线上吗？我走的那条路就是直线。小莫，别掉队，皇室的人在外面等着。穆小姐，这边。你好，你好，是黄总安排的吗？是，黄总临时有个会，让我先来接你。哦，好的好的，没关系。黄总，你怎么知道我喝冰的？你朋友圈发过3分糖拌冰是人生真理。黄总还会看朋友圈啊？黄总，这个很好喝，谢谢您。喜欢就好。你不是说在开会吗？开完了。这么快？怕你等太久。其实不用特地来接我，我又不是小孩子。顺路。真的假的？我明明看了导航，这离你公司很远的。我说顺路就是顺路。凌晨风大，别感冒。哦，黄总，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正好有空。那太麻烦您了。不麻烦，先去房间放行李，15分钟后下来吃饭。这么快就吃饭？你只喝了半杯奶茶。黄总也太细心了。晚餐按您吩咐安排了清淡和口味重的2套。走吧。黄总，这也太夸张了吧！不知道你吃什么，先都准备了。我其实不挑，只是不挑，不是不想吃。我随手发的朋友圈，黄总竟然都记住了，真是好厉害的记性啊！这个真的好好吃，慢点吃，先喝口汤。你也吃啊？我看你吃。
黄总，您太照顾他了。他年纪小，又是第一次来宁城，你干嘛？辣吃多了容易胃疼。原来你发现了，那你平时看人还挺仔细的。看你比较仔细。黄总，你这话很容易让人误会。误会什么？就是你对谁都这样的话，我可没对谁都这样。刚开完会累死了，晚上咱们去打卡那家网红店吧，有个会发光的甜品，拍照绝了。去，来都来了，不吃多亏。黄总，晚上的行程改到明天。您要商场。黄总，转头。你怎么？路过。给我的。你刚才在会议室打了2个喷嚏。我那是空调吹的。那就吹暖气的时候披着。先拿着。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些？你告诉我的。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了？上午开会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浅色，喜欢毛绒，喜欢甜的，喜欢能拍照的。我那是在随便聊天。我听了。小莫，你和黄总之前就认识吗？小莫，你和黄总之前就认识吗？我们私底下是朋友。甜品店人多，换一家。那我还想吃那个会发光的。可以做。真的啊？你要就能有。你关注的用户更新了视频。我平时几乎不用这个号，怎么会有关注提醒？怎么了？这个宁城甜品测评号怎么会关注我？可能是推荐。那他怎么还给我发消息了？你喜欢的草莓奶冻新品已上线，欢迎来电。天哪，这也太巧了吧！走吧，去看看。这个巧克力太苦了，我个人比较喜欢草莓味的，更容易带来快乐。黄总，你已经看了半个小时了。半个月的视频，这个时长很正常。冬天就该吃热乎的，最好再来一杯热奶茶。他说的对。突然多了好几百播放量，我没发新视频啊？谁啊？一口气看完我全部视频。在做什么？在看谁把我所有视频都看完了。你觉得是谁？不会是你吧？你每条都看了？每条都看完了。那你看完有感想吗？有。什么感想？你吃东西的时候眼睛会变圆。穆小姐，这是黄先生让送来的。别只看视频。你怎么知道我没吃够？你发视频的时候第3口就停了。你连这个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这个账号是你吗？嗯。你什么时候注册的？刚才。你为什么关注我？方便看你更新。以后吃什么提前告诉我。黄总竟然一口气给我点了这么多赞。空调调高一点。黄总，现在温度是24度。26。
黄总，你还没走啊？等你，等我干什么？带你去看个地方。这里好漂亮。你昨天不是说想找一个能看夜景，还能吃点东西的地方？你怎么又知道我想吃这个？中午你看了3次店铺菜单，我那是顺手看。我知道，你这样会把人惯坏的。那就惯着。你给我了，你怎么办？我不冷。骗人！刚刚你手都是凉的。你碰到了？没有，我猜的。黄总，你对我是不是太好了？你觉得是就是。那如果我以后习惯了怎么办？那就继续。你怎么一点都不怕麻烦？你不麻烦。黄总，刚才那个视频账号的后台有点问题，穆小姐的热度冲得很快，平台那边想找她谈合作。什么合作？你想做短视频？那就是我随便发着玩的。承认自己想要，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我怕我做不好。我帮你看方向。那不是又要麻烦你？你只管做你喜欢的事。穆小姐您好，我是平台商务，方便聊一下您昨天那条探店视频吗？你干嘛？先不聊。为什么？你先陪我吃完这袋栗子。小莫，你来说一下用户情绪调研。我们这次想抓的不是单纯的消费力，而是年轻女性在城市空间里的归属感。她们不是一定要买很贵的东西，而是希望每一次出门都能有一个今天我被生活奖励了的瞬间。这个切入点不错，比单纯网红打卡更有延展。表现不错啊，小莫。真的吗？我刚才手心全是汗。真的，回州城之后这个部分你继续跟。回州城？对，宁城阶段对接结束了，我们下午回去，后续线上沟通。哦，这么快啊？怎么舍不得宁城？没有没有，就是我还没吃完那个榜单上的店，有点可惜。黄总，下午走。3点的高铁。行李收好了？还没，回酒店收。午饭吃了再走。时间来得及吗？来得及。黄总太客气了，其实我们随便吃点就行。不随便。你把我收藏夹看了一遍。时间不够一家家去，就都叫来了。黄总，你对我这么好，我回州城之后会不适应的。不想让你带着遗憾回去。黄总，并购电话会已经开始5分钟了，你吃你的。黄总，3点投资人会议没办法再推了。我去高铁站路上开。黄总，您怎么还亲自送过来了？正好在附近。你不是有会吗？路上开完了，还有一个10分钟后的海外会议。那你快回去吧，不用送我。不差这10分钟。你的10分钟也很贵吧？看给谁。
州城方向列车即将检票。小莫，走了。我来。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你拿杯子。黄总平时也这么亲民吗？黄总比较重视合作方体验。哦，尤其是重点合作方。明白。上车后别睡太死，到家了给我发消息。还有，晚上温差大，下车前记得再多穿一件。黄总，你真的好像我爸。我不想当你爸。我不是那个意思。那就换个称呼。黄总。工作时间可以。那私下呢？你想怎么叫？思俊哥。可以。小莫，真要走了？思俊哥，我到了，给你发消息。好。I see. Let's review the contract details. Clause 7, paragraph 2. The clause on the liability cap stays, but I want the timeline adjusted to 6 months. 注意前面的人，座椅突然放倒，杯子会洒，不要烫到了。木之婉小姐，您的糖水加急单。我没点啊。是皇室事业筹备组转给木之婉小姐的。你怎么知道我超级想吃这家店的糖水啊？你朋友圈有转发这家店的消息。哦，那你怎么做到的？那家店明明不送外卖。筹备组也需要调研州城本地餐饮生态。超好喝，雨天快乐。刚才那个项目，价格压8%。黄总，您刚刚不是说5%？现在心情好。下雨天喝热糖水，感觉今天都没那么冷了。又是别人送的吧？小姑娘别太爱装。黄总，明天上午。这个账号查一下。需要处理吗？先查。是。又是别人送的吧？小姑娘别太爱装。思俊哥，你忙完啦？糖水好喝吗？好喝啊。那就行。你不会也看到评论了吧？是不是不高兴了？有一点点，但也还好。发视频嘛，肯定有人不喜欢。你不用讨所有人喜欢。那我要是被骂怎么办？不管发生什么，有我在，不用担心。你又不在州城。明天在。啊？明天州城见。小莫，你昨天那个糖水视频火了，火了吗？火了，也炒起来了。炒就炒吧，我又不是人民币，不需要大家都喜欢。那你昨晚还失眠？我那是奶茶喝晚了。小莫，干嘛？你看看是不是黄总来了？
思俊哥，早。你真的来了。你应该很忙的才对啊。上午会议改成线上了。黄总昨晚12点飞到州城，凌晨2点开完海外会，早上7点处理完宁城文件。你一晚上没睡？睡了。睡了多久？睡得足够用了。你们霸总的够用是不是20分钟？30。我刚买奶茶了。空腹比尔冰的。又来了。嫌我管？不是的，就是你都飞来州城了，还管我喝什么？顺手的事。飞过来也顺手？嗯。你这个顺手的范围还挺大。对你可以大一点。其实你不用特意来的，我就是被人说了2句，也没那么脆弱。我知道。那你还来？知道你不脆弱，和想陪你不冲突。你这样真的很容易让人误会。你已经说过一次，我也回答过一次。你回答什么了？我没对谁都这样。擦一下。哪里？这里。是这里。你别看我。好。对了，有件事情可能需要你帮忙。穆小姐，你现在视频数据不错，我们这边想跟你先签一个短期达人合作。我其实还没想好要不要做这个。没关系，先签下来试试，平台会给流量扶持，机会很难得。这个条款是标准模板，不用太担心。独家内容授权期2年，违约金50万。张先生，这份合同的第3款，独家内容授权期2年；第7款，平台享有内容方向建议权；第9款，违约金50万。3个条款放在一起，意味着我的当事人在没有协商权的情况下，被锁定了2年的内容输出方向，同时承担高额退出门槛。这不是标准模板，是锁定协议。陈助理，这个行业常规是指2年授权期，违约金10万，建议权而非决策权。这份合同如果签约，皇室法务部会将其定义为显示公平。思静哥身边的人气场都这么强大吗？合同条款已核对，3处高风险点建议拒签。穆小姐，我临时有点事情，要不我们下次再聊。看3点：授权期限、违约责任、收益分配。不会看就问我。思静哥，你是不是会分身啊？不会，只是你这边优先等级比较高。黄总，并购案需要您定最后价格，压6%。收到。穆小姐，方便单独聊吗？刚才那位先生在，有些条件不好谈。不用回他。可是不回会不会不礼貌？他想绕开你身边的人谈条件，说明他知道条件经不起审视，这和礼貌没有关系。可以回，但不要你回。可以用一下你的手机吗？那谁回？
喂，穆小姐。你好，我是黄总助理陈志。后续穆小姐所有商务合作需在她本人知情且有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沟通。您刚才提出单独聊，是有什么不能公开的条件吗？陈助理，您误会了，我只是觉得……直接点吧，不用这么弯弯绕绕的。你想谈不平等的条约？黄总，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拿正式版本来。好的，好的，我下午重新发。发给陈志。明白。你刚刚好凶，吓到你了？没有，就是觉得被人撑腰的感觉有点不真实。以后习惯就好。你又不是每天都在州城。黄总，最终报价是否按刚才方案推进？压2个点，付款周期延后。张嘴。不用。还好，没有烫伤。你不用这样，我自己可以。你每次都说自己可以，哪有每次？目前统计3次。陈助理，你怎么还统计这个？职业习惯。上车，我送你回公司。我公司就在对面，走过去5分钟。今天风大。你是不是又要说顺路？不是，我想送你。谢谢。下午别再喝冰的了。知道了，思君哥。嗯。黄总，宁城董事会已经开始15分钟了。接进来。您现在回酒店还是去机场？先不回宁城。茶州城适合长期办公的楼。穆子婉，你来讲一下你对州城事业部的定位判断。我在听。我觉得州城事业部不要做得太像传统商务空间。继续。它应该更像一个可以被年轻人靠近的地方，比如办公区之外可以有内容共创区、小型探店直播区，还有城市生活推荐角。不是所有年轻人都想被教育，他们更想被理解。我们不能只做他们这里很高级，而是要让他们觉得这里和他们有关。具体怎么做？可以结合州城本地小店、甜品、夜市、展览，做成每周主题。比如下雨天去哪里，加班后吃什么，一个人也适合去的地方。这样皇室不是高高在上的资本方，而是会真的进入这座城市。这个方向很好，可以试。那好。你别在开会的时候这样。哪样？刚才讲的很好，那句不是告诉他们这里很高级，是让他们觉得这里和他们有关。这个判断比我见过的很多策划总监都准确。真的？怎么了？我手在抖。你每次都这样。哪样？靠很近，然后只是整理一些不重要的东西。这次确实是衣领歪了。那如果我说不是呢？那要等你点头。黄总，平台商务那边重新发了合同，但他们附加了一个条件，想让穆小姐在下周的平台公开活动上做首秀直播。公开活动？直播，全平台推荐。害怕了？有一点。想去吗？想。那我陪你。可是分公司刚启动，你肯定很忙。分公司启动就是为了让一些事儿能长期运转，你做好你的事，就是我这边最好的进度。
那天我也会去。你来现场？不是以皇室总裁的身份，是作为想看你站在台上的人。小木，听说你要上平台活动了，全平台推荐那个。不过还没完全定流程，我只是去试试看。这哪里是试试看啊，这可是平台公开活动，新人能上很厉害了。其实我也有点慌。慌什么呀？有黄总在后面撑着，还怕资源不到位？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看得出来，皇室分公司都开到我们公司旁边了，你现在又进核心组，又上平台活动，运气也太好了吧？什么叫巧？小木方案做得好，会议上大家都认可了。认可是一回事，谁推他上去又是另一回事。平台活动是商务那边邀请的，项目创意也是我自己做的。我也没说不是你做的啊，我只是说有些人起点就是不一样。都不用工作了。小木，进来一下。小木，公司不会干涉你的私人感情，但我要提醒你，外面的人一定会把这种事串在一起说。可是我什么都没做错。我知道，但职场不会等你证明清白再开始传谣言。林姐，如果我想证明自己，是不是只能做得比别人更好？是。那我一定会做好。穆小姐，你等会儿从这边上，先自我介绍，然后接话题，不要停顿太久，镜头会抓。好。穆小姐，黄总今天没来吗？他在出差。穆小姐，我们临时加了一段品牌植入，你这边配合一下。合同里没有这段。排练流程而已，不算合同变更。内容变了就算变更，这段植入和今天的主题方向完全不搭。新人第一次上活动，先配合平台节奏。我配合的前提是内容一致。如果你觉得我不配合，可以让平台换人。我需要先确认一下。确认什么？跟谁确认？确认合同，确认内容边界，不是跟某个人确认。穆小姐，不要因为一点小细节影响整个机会。内容不是小细节。你现在数据不错，但平台资源也不是非你不可。司俊阁，哭过？没有。谁改的流程？黄总，这只是活动优化。我问的是谁改的。流程复位，所有变更需穆子婉本人书面确认。你原来怎么写就怎么说。昨天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你在飞机上。飞机落地后也可以说。你刚落地就要工作，我不想让你担心。看到你一个人在会议室哭，比任何工作都难处理。我也不想哭，可是他们说的太难听了。我明明有努力，可他们只看到你。穆子婉，明天活动我陪你上场。你上场干什么？让所有人看见你站在那里，是因为你值得站在那里，而不是因为我。大家好，我是穆子婉，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普通女生怎样在一座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小底气。怎么了？这句会不会太像在给自己解释？你本来就在解释。但不是向那些质疑你的人解释，是告诉和你一样的人，遇到质疑也可以站起来。你怎么总能把话说得这么稳？因为你做得到。你对我滤镜太厚了。没有。我自己可以拿。你手里拿着稿子。我明明刚才拿着。黄总，平台那边确认了，明天按原流程不加临时商业植入，后台人员名单呢？已经换掉了，之前临时改流程的商务不参与穆小姐这条线。这个结果会不会太严重了？她越界了。可是你这样帮我，别人又会说。但明天就让他们没有话说。平台那边加了一个开场对谈环节，黄总，您如果出席，会先上台5分钟。你要说什么？不会替我解释吧？不会，我只说3句。第一，皇室选择合作方看作品不看关系。第二，你的方案是我看过的最有温度的一份。第三，后面的内容由你自己说。这样会不会太像护短？我必须要护短。
黄总，美方项目组要求确认最终条款。声音关小。思俊哥，你别走。不走。Finalize the terms tomorrow morning. I'll be available after 9 a.m. local time. 紧张了？等会儿台上如果有媒体问私人问题，你不用管，直接看我。你知道他们会问？陈志昨晚查了到场媒体名单，有几家喜欢探寻私人关系。那你还要上场？正因为知道会问，才更要先上去。黄总，这次黄氏州城事业部选择与本地年轻创作者共创内容，外界非常关注。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方向？因为一座城市不只需要商业建筑，也需要能让人停下来的生活场景。听说核心创意来自一位非常年轻的合作人，是。您会担心他经验不足吗？经验可以积累，但真诚和用心很难被复制。木子晚的方案让我看到，年轻人不是只需要被消费数据定义，他们会在下雨天想喝一碗热糖水，会在加班后想找一家还亮着灯的小店，会想在陌生城市里被温柔的接住。黄总对穆小姐评价很高，不是评价，是事实。那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次城市生活内容共创计划的年轻创作者穆子晚。大家好，我是穆子晚。今天我想讲的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怎么做成一个项目，因为我也会紧张，会害怕，会被质疑的时候难过很久。但我后来发现，底气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它可能来自你熬夜改过的每一版稿子，来自你认真做过的每一次访谈，也来自有人告诉你，你做得到。我希望我们做的城市生活内容，不是告诉大家哪里最贵，哪里最红，而是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你很累，也可以去找一点点甜。一碗热糖水，一盏亮着的灯，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都可以是生活给你的奖励。谢谢穆小姐。下面是媒体提问时间。黄总，外界最近有传言说，穆小姐得到黄氏资源是因为和您私人关系密切，对此您怎么看？想我回答吗？你会怎么说？我会说实话。穆子晚得到项目机会，是因为他的方案通过了评审。他站在这里，是因为他有能力完成今天的表达。私人关系不该被用来否定他的专业能力。所以您不否认？我不否认我在意他。但我更不允许任何人把他的努力说成依附。谢谢黄总，也谢谢穆小姐。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有内容共创计划，跟着眼神不再听话是生活。一碗热糖水，一盏亮着的灯，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都可以是生活给你的奖励。这个女生讲的好真诚，想去州城喝热糖水了。黄总看她的眼神不清白，这还不承认？霸总文学照进现实。小莫，你火了，你那段发言被剪出来到处传。别传太夸张就好。小莫，今天你讲的挺好的，之前我们说那些话不好意思，我接受道歉，但不代表没发生过，明白？黄总，活动数据很好，穆小姐的视频账号新增粉丝26万，相关话题上了热搜尾部。负面呢，有一部分质疑她靠关系，但整体被今天她的发言压下去了。现在更多人在讨论什么？讨论您是不是喜欢她？这么明显吗？我的天哪，老板，你不要太明显好吗？那需不需要降热度？
关于他能力的正向内容保留，关于私人关系的不引导。明白。世俊哥，你现在方便吗？方便。怎么了？你今天在台上那句话是不是会影响你？哪句？你说你在意我。不会。可是大家都在讨论你。让他们讨论。你是皇室资本的总裁，不是普通人，你的一句话可能会被放大很多倍。我知道。那你还说？因为是真的，我真的在意你。木子婉，我不怕别人知道我在意你。可是我怕。怕什么？我怕别人说我不配。这些都是你喜欢的。你怎么把他们都放一起了？怕漏掉。谁告白还摆小馄饨啊？你知道我要干嘛？知道一点点。那还吃吗？吃。不好喝。好喝。那为什么哭？因为你都记得。不难记。对你来说什么都不难。不，有一件事很难。什么？但你不害怕。你又不冷？不冷。骗人，明明很凉。那借我暖一下。你以前不是都说我手凉吗？现在正好。木子婉。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你可以拒绝。拒绝以后，我还是会保护你，项目也不会变，事业部的资源不会撤，你的机会不会少。我不会用任何东西让你觉得必须答应我，所以我只问一遍：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不是作为合作方，不是作为被保护的人，是作为我的女朋友。你也会紧张吗？会。黄总也会紧张，因为面对的是你。你干嘛？你别告诉我是戒指。不是。那就好，我以为太快了。我知道。是我喜欢的草莓，它真的记住了我的所有喜好。木子婉小姐，您愿意做我女朋友吗？你为什么突然用您？郑重。那我要是不愿意呢？那我就等，等到你愿意，或者等到你不需要我等。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每次都把我弄哭。那我以后少说。不行。我愿意。再说一遍。你没听见啊？想再听。黄思俊先生，我愿意做你女朋友。你心跳好快。你不是很镇定吗？装的。这个是不是很贵？不贵。你们霸总说不贵，通常都很贵。比戒指便宜。还惦记戒指呢，想得美。我也会继续费尽心机的，
让你愿意戴上我的戒指的。那你帮我戴。你这么严肃干什么？第一次帮女朋友办事，有点紧张。陈助理，您不进去吗？现在进去，年终奖可能没了。送你回家。嗯。看什么？看我男朋友。黄总，你耳朵是不是红了？没有。别乱动。为什么？刚在一起，我不太能保证自己一直克制。那你克制一点。黄总，说。网上有人放出一段偷拍视频，视频标题是“皇室总裁深夜约会新人女达人，资源恋情坐实”。别怕，这次不用你一个人证明。准备公开声明，以皇室名义，以我个人名义。皇室总裁深夜约会新人女达人，资源恋情坐实。木子晚爆红是实力还是皇室偏爱？刚做内容就有皇室总裁亲自站台，多少人奋斗几年都没有这种起点。你可以质疑我的数据来源，也可以质疑我的方案执行，但不要把我的每一次努力都解释别人的施舍。10分钟后复盘会，所有项目成员参加，尤其是喜欢评价别人私生活的人，记得带上复盘表。昨天活动数据不错，但后续舆情要谨慎处理，我们重点还是要把内容方向稳住。林经理，这位是青桔视频新任内容商业化负责人汪一楠，后续木质碗账号的平台资源会由汪总监对接。你认识？婉婉，好久不见。小莫，大学同学。只是同学吗？汪总监，现在是项目复盘时间。抱歉，是我失礼。昨天活动之后，木子碗的账号已经具备了个人 IP 雏形，但现在最大的问题，观众的注意力被皇室和私人关系带偏了。如果他真想站稳，必须从皇室项目合作人的身份里剥离出来，做独立账号，聚焦女性健康生活方式。具体方向呢？女生体检、健康管理、城市里的情绪支持，这些本来就是婉婉一直想做的内容。婉婉，我们单独聊聊。不想聊可以不聊。黄总，我们只是谈工作，他应该不需要每件事都先问你吧？你自己决定。我聊10分钟。我在外面等你。婉婉，你真的敢让他知道全部吗？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我只是担心你。没有这个必要。昨天你在台上说，女生可以害怕，但不要一个人躲起来。我听见那句，就知道你还没有真的放下。汪先生，一别两宽的世界再来打扰就是骚扰。当年的事儿，我一直很后悔。那时候我太年轻，不知道怎么面对。就别解释了吧，你不是不知道怎么面对，
你只是不想面对。医生说不一定严重，需要复查，也让我不要太害怕。我只是不知道该告诉谁。婉婉，我不是怪你，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消化。你今天有空吗？复查那天你能不能陪我？我有点害怕。虽然你当时没有说难听的话，但是你把我一个人留在那件事里。对不起，婉婉，所以我现在回来弥补你了。婉婉，我现在懂了，我现在不介意了。那件事从始至终不需要你介意或不介意，你到现在都没明白，那不是需要你消化的事，那是我的身体、我的经历、我自己的事。那黄世俊明白吗？他知道吗？婉婉，别把男人想得太好。他和你不一样。不舒服？没有。黄总，婉婉情绪不太好，你还是别逼她回答太多问题。我想离开这里。好。你不问我吗？想问，但得看你愿不愿意。大学的时候，我体检查出过 HPV 阳性。然后呢？我预想过他可能的反应，安慰、沉默，或者说没关系。但然后呢，不在我的预想里。然后我复查了，转阴了。医生说很常见，不等于癌症，也不代表我做错了什么。但我那时候很害怕，我告诉了汪一楠，他说他需要时间消化，后来就慢慢不联系了。你复查之后呢？什么？复查之后，你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我预想过没关系，不介意，你别怕，但没有人问过我，你是怎么过来的？婉宝，我想抱抱你，可以吗？我以为你会觉得什么？觉得我不够好，或者觉得我瞒着你。你只是在等一个你觉得可以说的时候，现在你说了。你不觉得？不觉得。这是你身体经历的事，不是你的污点。你不需要因为一张报告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许医生是那方面的专家。我大学复查就是找的他，你不用陪我进去。我在外面等。你刚才问我复查之后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那时候没人问过，谢谢你问。黄总，汪一楠那边约了明天商务会。我会到。你现在送早餐这么熟练？男朋友的基础工作。你不要在公司楼下说这种话。怕别人听见？怕我脸红。已经红了。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只是一个迟到的路人。10点平台商务会，汪一楠会来。我也去，不是替你做决定，是男朋友想陪着他的女朋友。目前木子婉账号最大的问题是绑定皇室太深，只要他继续在皇室项目下成长，外界永远会质疑他是不是靠资源，所以平台愿意单独为他建立独立孵化计划。条件确实很好，好是好，怎么感觉有点太好？婉婉，你不是一直想证明你不是被谁捧起来的吗？这份计划可以让你真正独立，不再活在皇室资源的争议里。账号内容方向呢？你主导。专业审核呢？
平台会配医生资源，商务选择权呢？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最在乎边界。你觉得可以吗？方案确实很适合我，那就认真看。黄总不担心？担心，但不能因为我担心，就替他拒绝一个可能适合他的机会。合同给陈芷过一遍。黄总，这好像是婉婉自己的合作。我知道，所以我只看风险，不做决定。不用有顾虑，想试就放手试。皇室永远是你的退路。你真的不介意我彻底脱离皇室的标签？你的光芒本就该属于你自己。婉婉，我刚好有些话想跟你单独聊聊。你先去吧。我稍后逐条核查合同条款，重点排查独家绑定、隐性约束等风险，结果马上同步你。仔细一点，不要遗漏任何限制条款。你以前不喝咖啡，一喝就心慌。谢谢。你现在真的变了很多。人都会变，可我还是觉得以前的你更真实。以前的你害怕会说害怕，难过会哭，不会像现在这样什么都要撑着。你不是怀念以前的我，你只是怀念那个什么都告诉你、什么都依赖你的我。婉婉，我只是希望你别被黄思俊改变，他站得太高了，你站在他身边会一直被比较。离开他，回来我身边吧。毕竟我也知道你最怕什么，所以我比他更懂你。所以呢？所以我是真的在乎你，我以前真的错了。婉婉，回来我身边吧。你根本就不是真的在乎。王一楠，懂一个人，不是拿他的害怕证明自己特殊。黄总，汪一楠给穆小姐的合同有问题。平台拥有合作期间账号内容方向建议权，创作者需配合平台进行个人成长故事开发、涉健康经历、得痛争利、情感争议、亲密关系讨论的非商业内容，平台享有优先策划选题。平台可根据传播效果调整标题、封面及话题包装。他想消费他的健康经历，是，而且发条款写得很模糊，平台可以要求他配合个人故事深挖。需要我直接提醒穆小姐不要签吗？把风险点标出来发给他，只发风险点不发建议。为什么？我不能一边说尊重他，一边替他做决定。他能看懂这些条款意味着什么。怎么了？这不就是想让你把自己的事儿全摊开给他们做流量吗？我不想让女生被吓着点进来。那就不签。喜欢吗？这是给你准备的工作室。我还没答应签约。我知道，但我想让你看看，你本来可以有自己的地方。汪一楠，合同上的建议权和不得拒绝，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你是在给我机会，还是在把我打爆？汪一楠，不要把提醒和控制混为一说。你以前不会这样跟我说话。所以你还是在找以前的我。婉婉，你以为观众真的在乎科普吗？我相信会有人在乎。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你？因为你把自己放进了内容里。可如果你把过去那些事也放进去，你确定观众不会反过来审判你？我害怕，但我更怕像以前一样，把别人的无知当成自己的羞耻。汪一楠，我不签，以后合作只通过公司流程。我与穆子婉小姐正在交往，她参与项目基于完整评审流程，与私人关系无关。我在意她，但更尊重她的专业能力。请停止偷拍、造谣与恶意揣测。婉婉，你真的选他了？汪总监，穆子婉那边明确拒签了，后续资源位还保留吗？他不是想靠真诚站稳吗？您的意思是？给营销号递一点方向。什么方向？别直接说隐私，只要让他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懂女性健康？他是不是在卖惨丽人设？这个会不会太过了？我只是提出合理疑问，
观众有权利知道，他们信任的人是不是在消费焦虑。小莫，你先别看手机。女性健康内容是真诚还是剧本？木子婉为什么这么懂铁焦虑？打着科普旗号卖产还是资本包装？他是不是自己有故事啊？讲的这么真，肯定不是普通体检吧？别拿女生焦虑做流量，恶心！先说清楚自己经历再科普吧。这些人有病吧？女生做健康内容还要先自证身体清白。这个话题太脏了，像有人故意带节奏。小莫，先别回应，公司法务已经在看了。我不是害怕他们骂我，那你怕什么？我怕真的有女生看到这些评论以后，更不敢去体检了。那你更要保护好自己，才有力气保护内容。黄总，话题不是自然发酵，最早几条营销号通稿源头都和青耕视频商务部门有关。汪一楠，大概率是他。压热度，发律师函。那穆小姐那边，先别让她一个人看这些。是。吃饭了吗？现在才上午。那喝水了吗？黄总，我现在笑不出来。不用笑，我中午过去。黄总，东西到了。黄总，许医生，我想确认一下 AHFD 免疫黄金这类免疫营养支持，木子婉现在适合用吗？从营养支持角度，可以作为辅助管理的一部分。它不是药，不能替代 HPE 复查、宫颈筛查，也不能承诺一定转阴。重点还是规律作息、复查，必要时规范治疗。用量呢？按产品说明来。他如果肠胃敏感，先从小剂量观察，期间有任何不适，停止并联系医生。好。黄总，你功课做得比很多患者本人都细。他以前一个人害怕过，以后不想让他一个人面对。你不是说来送午饭吗？午饭也有，里面有小馄饨、热豆浆、清蒸鱼、青菜，还有草莓。你是把我当复查前重点保护动物吗？差不多。黄思俊，这是什么？你昨天跟许医生聊完，有没有决定接下来的复查和日常管理？你想怎么做？我不是替你安排，是想知道你的计划。许医生说，除了定期复查，规律作息和营养支持也可以配合。我想试试。我问过许医生，这个是免疫营养支持，不是药，不替代复查。如果你愿意用，按说明喝；如果不愿意，放着也行。我不是让你乱吃。你现在像产品经理。我认真说，第一，它不是药；第二，不替代复查；第三，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可以作为营养支持，按说明喝；第四，有任何不舒服马上停。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还有第五。还有。你不需要为了让我高兴就喝。身体是你的，选择权也是你的。我喝。确定？不是因为贵，也不是因为你买了，是因为我想好好照顾自己，也因为你让我觉得照顾自己不是丢人的事儿。汪总监，穆子婉拒绝签约，后续资源是否撤掉？先别撤，约他今晚见面。他可能不会来。他会来的。婉婉，当年你留在我这里的一些资料，我想还给你，不谈合同，只还东西。晚上8点
创意园区停车场。谁呀？你别一个人去见他。我知道，我不想再让任何和过去有关的东西落在汪一楠手里。你是不是要去见汪一楠？我就知道，他手里有我以前的资料，那也不能一个人去啊。我已经开了位置共享，如果半小时后我没联系你，你就联系黄总。你为什么不能先告诉黄总？他下午有董事会，电话静音，而且我不能每次都等他来处理我自己的事。东西给我。你现在连坐下来跟我说几句话都不愿意。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你真的觉得黄思珍适合你？这和你没有关系。难道就因为他给你买那些东西，你就觉得是爱了？我看见了，营养品、午饭、温水、医生资料。黄思恨真会演。他不是演。婉婉，你以前不是最讨厌被人安排吗？他没有安排我，你也永远都不会懂。他不会拿我的过去做筹码要挟。放手！你就这么急着回他身边？汪一楠，你再这样我报警！你干什么？婉婉，我们需要好好谈谈。你疯了！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行为吗？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拖延到黄树镇来，一切都能解决？至少他不会把我关在这里。我去创意园区拿一份旧资料，半小时后回你消息，你先别担心。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黄总，查木子晚定位。好的。黄总，小木半小时前去见汪一楠了，他说拿旧资料，现在没回去，电话也打不通。地址？创意园区停车场。黄总，我开车。我来。您现在情绪不适合开。钥匙给我。你立刻报警，通知园区保安，调监控。明白。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婉婉，接电话。对不起。婉婉，
黄总，您受伤了。婉婉，哪里疼？你流血了。王思俊，黄总，警察马上到，看住他。明白。黄思俊，轻微脑震荡，额角外伤，肋骨软组织挫伤，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需要观察。穆小姐，您手臂也要处理一下。我等他醒。黄思俊，婉婉，我在。伤到哪里？我没事啊，你先管你自己。你没事就好。黄思俊，你刚才是不要命了吗？你当时有危险，我顾不上这么多了。这是黄总车里的东西。黄总本来今晚要给您送剩下的2盒。他不是中午已经给我了吗？黄总说中午那1盒您可能不好意思收太多，所以先送一部分，剩下的想晚上再给您。他还让我把服用说明、医生建议和复诊时间整理成表格。陈志，给我闭嘴！你怎么这么傻？不是说好好照顾自己吗？那你也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嗯，我会喝，但你也要答应我，按时换药，好好休息，不准逞强。好。盖章。穆小姐，汪一楠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留、抢夺手机、危险驾驶。后续我们会根据监控、行车记录仪和证人证言继续调查。他约我去拿旧资料，后来拿走我的手机，不让我离开。你为什么开车冲向木子晚？监控显示车辆明显加速。我只是想吓吓他。你知道这可能造成什么后果吗？他以前不会离开我的。黄总还好吧？小莫，你真的不用急着回应，你先休息，公司可以替你发声明。我想自己说，会很难。我知道，也可能有人不理解。那就让愿意理解的人听见。如果我这次又躲起来，那些和我一样害怕过的女生，可能也会继续觉得自己应该躲起来。可以开始了。这几天，网上有很多关于我为什么做女性健康内容的猜测，有人问我是不是有故事，也有人说我在卖惨。我想说，女性健康不需要靠伤口证明，女生去做 HPV 筛查、宫颈筛查、妇科检查都不是羞耻的事情。筛查结果异常也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更不代表你不值得被爱。如果你遇到类似情况，请先去正规医院，听医生建议，按时复查，不要被恐吓标题吓到，也不要相信任何包治好的承诺。这段时间，我也开始学习更系统的照顾自己，规律作息，好好吃饭，复查，还有在医生建议下做一些免疫营养支持。比如我手里这款 AHCC-FD 免疫黄金是一款蘑菇菌丝冻干粉饮品，定位是免疫营养支持。我选择它之前也和医生确认过，它不是药，不能替代筛查和治疗，只是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它价格确实有点小贵，一个周期大概5000多，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盲目跟风。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适不适合最好先问医生，量力而行。但我很感激有人愿意为了我把这些资料一页一页看完。我想做女性健康内容，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我也害怕过。我知道害怕的时候，一个温柔不审判的声音有多重要。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请不要一个人躲起来，去医院问医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照顾自己。你不是一张报告，你是你自己。说得很好，你就像在发光。
现在安心一点了吗？嗯。这个明天开始喝。按说明。你现在受伤了还要管我？男朋友的基础工作。那我也要履行女朋友的基础工作。什么？管你睡觉。你陪我？好。你醒了？嗯。头晕吗？想吐吗？胸口疼不疼？手能不能动？你看我几根手指？婉婉。嗯。你脸好肿。王思君，你差点把我吓死！醒来第一句话说我脸肿。第二句。什么？我很想你。我们才几个小时没说话。太久了。你现在是病人，不许乱聊。病人不能说实话。黄先生醒了是吧？那我先检查一下。要训我？对。训吧。你以后不准拿自己去撞车。那如果真的有危险，那你也要先想想你自己。想如果你出事，我怎么办？所以没办法慢慢想。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每次都让我哭。那抱一下。你还敢提要求？病人要求。只能抱一下。嗯。能不能亲一下？黄思俊。不能就算了。病人福利，今天今日一次。恢复的有点快。什么？我现在觉得可以出院了。你想得美。恢复情况还可以，但这几天必须静养，不能熬夜，不能剧烈活动，不能长时间工作。从今天开始，你归我管。怎么管？第一，每天晚上10点半前睡觉。太早。病人没有议价权。第二，每天工作不超过2个小时。不可能。我会配合穆小姐，筛掉不必要工作。医生说的。第三，按时吃饭。可以。第四，不准逞强，这条最重要。好。答应的太快不可信，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100年太短，再长一点。黄总，青城平台那边已经公开道歉，汪一楠职务暂停，警方调查也在推进，黄石法务会继续跟进。赔偿方案呢？按照穆小姐的意思，后续若有赔偿，会捐给女性健康公益筛查项目。今天工作时间已经到了。才1个小时。医生说不能长时间工作。我没有长时。黄思俊，我被孤立了。不是孤立，是保护。我手没伤。我来，我知道。那为什么？想照顾你。怎么了？有点不习惯。不习惯什么？被人喂。那以后会习惯的。你先坐进去，系好安全带。你家好干净。钟点工每周都会来打扫。不是干净的问题，是太像酒店了。你以前真的住在这里吗？之前那些年，这里确实只是住的地方。现在好一点了。是什么意思？想家了。疼了？一点。哪里疼？心口。胸闷，我叫医生。不是那种疼。黄思静，你现在学坏了。
那抱不抱？只能抱5分钟。10分钟。6分钟。9分钟。7分钟不能再多了。成交。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想要7分钟？黄总谈判能力用在这种地方，真是屈才。不屈才。为什么？因为谈到你了。你怎么又站起来了？看你。坐回去。这里看得清楚。坐回去。你围裙带子系反了。好了。好像有点淡。刚好。你以前吃的这么淡？没有。那你还说刚好？因为是你做的。之前怎么没看出来？这人的恋爱脑滤镜这么重。婉姐，网友又在回顾你首秀视频了，还有人把你和黄总的互动剪了合集。谁？同事。笑这么开心。你连我同事的醋都吃。药放在这里，明早8点吃。医生电话我贴冰箱上了。晚上不要看文件。10点半睡觉。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没有。你是不是不高兴？没有。黄思金，你之前说过，怕的时候、疼的时候、想我的时候都要告诉我。第3种。我还没走呢。所以提前想。那我明早再来。好，那你不要让我等太晚。婉婉，晚安。晚安。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哪种？像在等什么？我确实在等。晚安，文。病人什么时候能转正？等医生说你完全好了再说。那我明天问医生。不准问这种问题。你怎么这么快？刚好在门口。今天下午我要做一场复工直播。我陪你。你在家陪就行，不能去公司。为什么？医生说你不能长时间坐车。直播多久？大概1个小时。那我可以在家看。你不许在评论区发消息。为什么？怕你露馅儿，网友会认出你那个黄的账号。那可以换个号。小莫，黄总真没来？没有，我把他按家里了。你现在可以啊，能按住黄总。他是病人，我看他是恋爱脑病人。好啦，不说了，直播马上开始了。女生如何好好照顾自己，不被焦虑推着走？按时吃药，不准偷偷工作。想我可以发消息，你的女朋友。想你。想你。婉婉脸红了，谁发消息了？不会是黄总吧？我们继续讲正题。按你说的，想你就告诉你。照顾自己，也包括不要被某些消息打乱节奏。懂了，是黄总。某些消息，公开恋爱就是好磕。黄总不要打扰婉婉营业。好，不打扰，结束接你。黄总，穆小姐说让您在车里等。
你已经看了门口12次。你很闲。我闭嘴。你的恋爱脑病人来接你了，快去吧，我不当电灯泡。今天挺听话。你说不让我下车。不错，奖励一朵小红花。我没有小红花，只有草莓花。你怎么又送我东西？接女朋友下班的基础流程。怎么拿出来了？想借你戴一下。好了。怎么突然想到要把这个送给我？以前我觉得这枚胸针像你给我的保护，但现在我想，它也可以保护你。以后不是只有你保护我，我也会保护你。好，答应的这么快。因为我相信你。这一次是我给你的盖章。恢复情况整体不错，但脑部的创伤需要更长的静养期，劳累、熬夜、长时间高强度用脑都可能影响恢复进度。你是家属？是我女朋友。那家属要多费心。术后3个月是关键期，尽量保证规律作息，不要熬夜加班。你家离公司远吗？开车40分钟。太远了，我每天过来要1个多小时。我搬过去。穆小姐，客房已经收拾好了。客房啊？不然呢？没什么。黄总，我先走了。辛苦了。这个还带着。第一次来你家的时候放的。这上面缺个东西。黄思俊。刚打开。我不信。3分钟。3分钟。没收。穆小姐现在很霸道。跟黄总学的。喝水，吃药，睡觉。好。你今天太听话了，我反而不适应。怕你搬走。你乖一点，我就不搬。那我要一直乖。怎么了？没事，困了。婉婉，今晚能不能不关客厅灯？醒来能看见有灯，会比较像有人在家。以后都会有人在家。醒啦。药在桌上，温水在左手边，先量血压再吃饭。还有，今天不许偷看公司文件。那我看你。黄思俊，清早不要乱说话。我很认真。笑什么？突然觉得黄总也不是很难养。那就一直养。你还挺会顺杆爬。机会难得，情侣杯。超市打折。喜欢打折。你笑什么？等一下。这是什么？备用钥匙。你给我？我只是赞助。钥匙不会这么想，门也不会。你这样会让我误会。误会什么？误会这里也是我家。不是误会。
黄总，换一份。您的手又麻了。偶尔。这不是偶尔，您最近头疼、耳鸣、手麻都出现过，医生说这些情况必须复查。穆小姐知道吗？你有瞒她。她刚搬进来。所以呢？她刚把那里当家。可是如果严重呢？那就在严重之前把该处理的事处理完。你药还没？那是什么？拿出来。车祸后迟发性血管异常风险，建议尽快进行介入评估。黄思燕，你3天前就该去复查了。我想等一个合适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时候是合适时候？等你晕倒的时候。黄思君，你又骗我。我怕你害怕。所以你让我现在更害怕了，是吗？黄思锦，你是不是以为你什么都能自己扛？不是。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想等确认以后。确认什么？确认你有事了，再通知我哭吗？你那天撞车的时候也是这样，你什么都不想就冲过去。那不一样。哪里不一样？那天如果我晚1秒，你会死。我到现在闭上眼还能看见那辆车冲向我。婉婉，我也怕。我怕你出事，也怕我自己出事。但我更怕你刚把这里当家，就发现这个家可能留不住人。所以你准备一个人慢慢离开吗？我不准，我说我不准，你听见没有？我不准你一个人面对。我也不准你提前告别，这个家是我们2个的，你不能一个人决定空下来。好。明天去医院。好。我陪你。好。以后你疼要告诉我，头晕告诉我，害怕也告诉我。好。你别只会说好。婉婉，我爱你。我想陪你把这里过成家。车祸撞击后，颅内血管出现了迟发性损伤。现在的影像显示，血管壁薄弱区域有扩大趋势，存在破裂风险，建议尽快手术。位置比较特殊，风险偏高。不手术呢？一旦发生破裂，抢救窗口非常短。我同意手术。我答应过你要陪你走很长很长的路。那你也要答应我，活着出来。好。去睡一会儿。不困。眼睛都睁不开了。我怕我一睡醒，你就不见了。我在。你每次都说你在，可明天我不能进去陪你。黄世俊，我不想在手术室外等。那你想在哪儿？想在你心里。这样你就不会忘了出来找我。你一直都在我的心里。
是什么？你什么时候买的？你戴草莓胸针那天。那天你说你也会保护我。这是黄世卷家的钥匙，也是我们家的钥匙。小莫，你要不去吃点东西吧？黄思俊，你答应我的，你答应我会出来，你还要拿着戒指出来找我，你说过的。医生，他怎么样？手术过程很艰难，但目前暂时稳定。我能看他吗？他还没完全清醒，先转 ICU 观察。你出来了，你答应我的，你做到了，你真的出来了。我以为命运终于放过我们。黄思俊，哭什么？你太丑了。那你还会喜欢我吗？我开玩笑的，我们不是早就约好了吗？等你出来就要拿戒指给我。家里的灯关了吗？都到这个时候了，竟然还在害怕我回家以后看到黑会害怕。没关。好。你一定要回家。婉婉，如果……不许说如果。好，那就不说。怎么了？穆小姐，他刚才还跟我说话，他刚才还问我家里的灯关没关，他说好，他说不说如果了。黄思俊，你不能这样！你答应我回家的，黄思俊，你出来！你放开我，我要进去！穆小姐，医生在抢救。他怕我害怕，他知道我害怕，他不会丢下我的。这盏红灯，就像我们命运最后的宣判。穆小姐，患者黄思俊于今日12点17分经抢救无效，宣告临床死亡。我们已经尽力了。黄总，不会的，他刚才还跟我说话，他还问我家里的灯关了吗？我说没关，他说好。医生，遗体需要转送。穆小姐，我要看他。可以，但时间不能太久。你别睡了，我们回家了。怎么这么冷？你不是最怕我手冷吗？你以前都会握住我的，你现在怎么不握了？你起来，我不生气了。你瞒我，我也不生气了。
你没有守约，我也不怪你了。王思静，你起来，我跟你回家，你回来好不好？穆小姐，时间到了。不要，不要开！他会闷。穆小姐，你们别带他走。穆小姐，陈芷，你让他们别带他走，他不喜欢医院，他说要回家的。家属节哀，他会闷的，他不喜欢这样，你们别这样对他。穆小姐，黄总他……昨晚，我坐在那里，一遍遍告诉自己，他答应我会出来，他一定会出来。可现在，他出来了，却再也不能醒来了。我要回家。他问我灯关了吗？我得回去看看。你怎么没带走啊？穆小姐，黄总手术前留了一段视频。他说，如果他没有守约，就给您看。婉婉，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说明我没有守约，对不起。不要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一定会怪我，怪我没有出来，怪我把家留给你一个人。可是婉婉，我真的很舍不得，舍不得你哭，舍不得你一个人吃饭，舍不得你又把自己缩回壳里，舍不得你觉得被留下是你的错。你总觉得别人受伤是因为你，不是。汪一楠伤害你不是你的错，我救你也不是你的错，我爱你更不是你的错。所以你要答应我，按时吃饭，不要熬夜看评论，害怕就去找许医生，想哭可以哭，但不要太久。还有，别急着忘了我。我忘不了。我本来想说，别困在我这里，可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大方。你可不可以记得我久一点？但别只记得我死的样子。记得我接你下班，记得我等你回家，记得我吃你煮的很淡的粥，记得我被你没收电脑，记得我很听你的话，记得我很爱你。戒指我让陈芷收着了，如果你愿意就留着，不愿意就丢掉。但我猜你舍不得丢。婉婉，我没有机会问你了，所以不用回答我。你要往前走，不是因为我不重要，是因为你很重要。你不是谁的前任，不是谁的遗憾，也不是黄思俊留下来的那个人。你是穆子婉，你是你自己。婉婉，回家以后把灯关了吧，我怕你睡不好。婉婉，回家以后把灯关了吧，我怕你睡不好。我关了灯，你找不到家怎么办？穆小姐，别关，
穆小姐，你要不要坐一会儿？他不喜欢这里，他怕冷，这里风太大了。黄思俊，你不是说要拿着他出来找我吗？大骗子！我还没回答你呢，你这是干什么？躺着不说话装高冷是吧？黄思俊，下雪了。穆小姐，我送您回去。黄总交代过，让我照顾你。他是不是连我哭的时候地址都交代了？他怎么这么烦？死了还要管我。婉婉，我陪你回家吧。你现在不能一个人待着。我想走走。我远远跟着你。陈志，穆小姐，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吧。雪还没停。没关系。这世界里好多人。今天风大，你是不是又要说顺路？不是，我想送你。你怎么来了？接女朋友下班啊？我没有小红花，只有草莓花。你怎么又送我东西啊？接女朋友下班的基础流程。美女，吃面吗？我想要1碗面，2个荷包蛋，下班有人接，回家有人等。以后都会有。骗子！你说以后都会有。姑娘，买花吗？买花随缘，抽签免费。问姻缘，问归途，问未尽。黄思静给我送过花，草莓花束、白玫瑰，还有很多细碎的礼物。可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送过她一束花，一次都没有。姑娘，买一束。送给谁？送给我男朋友。男朋友喜欢什么花？黄思俊喜欢什么花？我竟然答不上来。他知道我喜欢草莓，知道我怕冷，知道我喝咖啡会心慌，知道我复查会害怕，知道我哭的时候不要急着劝。可我连他喜欢什么花都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就送这个吧，白桔梗，花语是永恒的爱。这个红色的小花是什么？这个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有些缘分，也不是非要有名字。多少钱？不用急。姑娘，抽支签吧。若是上签，那就说明老天还欠你们一次好好说话的机会。好。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不是作为合作方，不是作为被保护的人，是作为我的女朋友。好像有点淡。刚好。婉婉，我爱你，我想陪你把这里过成家。家里的灯关了吗？还有，别急着忘了我，你可不可以记得我久一点？记得我很爱你。
恭喜你。这是怎么回事？一灯未灭，一诺未还，死生错路，旧梦重开。若问归处，故人尚在。此签名为重回。重回？姑娘，你抽到了重回签，你们缘分未尽，但回去有代价。什么代价？你会带着全部记忆回去，他知道你记得一切，而他不记得。你要重新让他爱上你。我愿意。还有，你只有一次机会，如果这一世他再为你而死，就真的结束了。不会的。那就去吧。上签拿好，这是你带回去的信物。这一次，别只救他的命，救你们敢相爱的心。小莫，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只是很高兴。黄思俊，这一次换我走向你。